我曾经看过一个话题，说你是在哪一个瞬间发现自己长大的？有人回答说，在地铁上被人挤倒了，站起来之后竟然忍不住哭。我当时觉得这就是长大的滋味吧。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但那一刻每一个成年人的心境都惊人的相似。那些让你难过的事情就像是树枝上的积雪，明明只是轻飘飘的缓缓落下，却慢慢压弯了树枝，只等某天最后一片雪花悄然来临，所有的一切瞬间崩塌。原来所谓长大的印记，不过是我们渐渐理解什么叫做大事上沉默，小事上崩溃。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视频，一个爸爸因为经常不回复家长群里的消息被老师点名批评，没想到这位爸爸的情绪忽然失控，他大哭着说，天天加班到凌晨，我不可能时刻盯着微信群。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男人，是一位孩子的父亲，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。这样的人说不上有多成功，但起码活得很有脸面。可是却在老师点名的这件小事上，当着全班家长的面哭出了声。有时候成年人苦心经营的体面，往往会在小事上摧毁。长大以后你才明白，突如其来的眼泪其实往往更加苦涩。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说，上周忘了交周报，被扣了3000块钱，今天依旧是一个卑微的打工人。我评论问他为什么扣了这么多，他才说起自己想离职的事儿，被领导知道，对方故意给他使绊子，但是为了能把这个月的社保交上，他虽然10000个委屈，也只能咬牙坚持，等到15号的时候再离职。100年感言里有句话，做人实在是够苦。这种苦沉重到再多的倾诉和抱怨都没有办法消解，所以我们用沉默来应对，假装忽略。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大人无所不能，长大以后才知道大人不是百毒不侵。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，地铁工作人员看见一位女士蹲在地铁站的墙角默默哭泣，过去安慰了很久，她才恢复过来。原来这位女士是一个妈妈，压力太大，但是又怕回到家里哭被孩子看见，只好躲在地铁里发泄。我始终相信一句话，能哭是一个人很好的情绪，哭泣代表着我们正在面对伤痛，也允许并接纳自己因为伤痛而伤痛的心情。所以直面你的那些难过吧，但你要相信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其实也都会好起来的。晚安，祝你好运。